大家要盘点一下，你手里还有没有人民币计价的资产，比如说房子呀。因为昨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了，人民币不能够自由兑换，全国14亿人都想把人民币转出境。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照例是5件事。今天是美国的独立日，祝在美国的朋友们节日快乐。第一件事是浓眉大眼的贝森特财政部长，他说了一件让中国人都心惊胆寒的话，尤其是手里持有房产的。我们来看报道。7月3号，就是昨天，贝森特接受彭博社专访。这由头就是记者问他，因为最近美元汇率有点跌，说是否还能够保持美元的强势国际储备货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资深华尔街人士和现任财政部长他怎么回复的。他说，美元的汇价与强势美元政策无关，我们采取强势的美元政策是为了确保美元长期维持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想让人民币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实为谬误，它们是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要如何成为储备货币呢？中国的14亿人口想把自己的钱移出境外。他说，储备货币的必备条件是能够自由交易，但北京保持对资本的管控。他这句话呢，算是捅在中共的肺管子上了。这人民币国际化喊了这么多年，这几年还不如前几年呢。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根据5月份国际支付货币的统计，现在全球商业用的最多的依然是美元，占比 48%， 排名第二，欧元占比 23%， 第三的英镑 7%， 第四是日元 3.7%， 第五加元 3.1%， 人民币只有 2.89%，不到3%的份额，说明全世界主要的商业体系不希望要人民币，还是说美元、英镑和欧元比较稳。给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这个提示就是如果你在国内还有一些房产除非你自己住，如果是投资你还是要尽快把它处理了，除非以后你还卖给中国人。第二件事吧，老马和川普又杠起来了，这次是过了10招。我们来看第一个，他想要组建的美国党不是说我们看他今天发的帖子说，独立日是一个正好建党的好时机。然后呢，他聚焦于他2到3个参议院的席位和8到10个众议院的选区。他的意思是希望能够成为黄金的首富，让这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来争取他。当然，理想是丰满的，现实看他敢不敢干吧。但是他说了这句话以后川普对他的报复马上就来了。我们来看一下 马斯克自己说的，说我们的 X 失去了美国国防部的空军火箭发射合同，这单子丢了，理由呢是环评不合格。这个像不像中国的一些做法？他说 SpaceX 的火箭运输项目危及海鸟的生存。海鸟这都发射这么多年了，也没听说有问题现在突然就有问题了，就是因为要组个党。这种打击报复的这个动作是非常明显，这一点都不装了。这个由此呢，人们就说，其实在拜登时期，这个马斯克也没少发射。实际上马斯克多次批评拜登，但是拜登呢，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或者出于国家长期利益，毕竟这家公司是一家高科技企业，还是要支持，骂几句没关系。所以说这个胸怀也是能够高下立判的。说第三件事，今天是独立日，洛杉矶的抗议活动又搞起来了。我看了一下最新消息，今天晚上这个国土安全部的警察呢，说这个宣布
本次的抗议活动属于非法集会，又跟中共学了，说你这属于非法抗议，必须马上驱散。另外呢，他旁边还有那个海军陆战队，目前还在呢。我估计明天这事儿打不起来啊，毕竟大家都清楚，只是想表态一下。第4件事，这可是个大事，俄罗斯啊，它正在使用化学武器。大家还记得这个伊拉克呀是怎么打起来的？第2次海湾战争就是说萨达姆存心报复，要为这个沙漠盾牌呢报仇，他正在研发那个化学武器。事实上，现在俄罗斯正在使用。那我们看一下路透社的报道，德国和荷兰的情报部门周5称，俄罗斯正在乌克兰使用化学武器。这是今天早上双方发表的联合新闻稿啊。它使用的那个化学武器的名字叫做氯化钴。这什么东西只要一经过氯啊，这都是剧毒。这是一种有毒的物质，会导致呼吸困难。这种化学武器最初是在1战的时候使用，高浓度的时候是可以致命。据联合新闻稿援引乌克兰当局的话，至少有3名乌克兰人因俄罗斯的化学武器而死亡，伤者无数了。对方都使上化学武器了，这欧洲啊，你该支援的还得支援，哪怕说你国内的爱国者啊，先拉到那个乌克兰去，你那一时半会儿啊没有什么危险，而真正需要的恰恰是乌克兰。好，我们第5件事说一件高兴的事，美国受了中共卡脖子，就是因为那个稀土，他想了2个办法，一个是在自己的内华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开采的金矿，能够实现自己军方的需求，那民用呢还得继续买中国的。但是长期啊，你要摆脱这个中国依赖呢，他又在非洲的刚果金，像上个星期不是双方签了一个合同吗？2国外长先签了个合同，刚果金是有大量稀土，它会成为美国军用之外的商用的补充。从勘探到真正成型啊，也得几年时间。那欧洲呢？欧洲它也需要这个东西，因为中国同样卡了欧洲的脖子。看欧洲的动作来了，我们看一下报道。6月23号，加拿大的一家能源公司获得了格陵兰岛政府颁发了30年的开采许可证。2种物品啊，一种叫钼，一种叫镁，这也是稀土的一种类型吧。标志着欧盟在关键矿产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项目预计年产3280万吨钼，算的还挺精细啊，3280万磅。这一数字相当于欧盟当年需求的25%。更关键的是，项目覆盖了欧盟100%的国防用钼需求。这一战略金属在导弹的制导系统、装甲的钢板、航空发动机叶片等尖端装备中不可替代。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其钼资源对外依赖度高达85%，其中60%来自于中国。欧洲啊，如果能够完成自保，在武器上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你也得需要稀土。但美国他肯定他得先顾着自己呀，中国继续卡你，你还得自己想招。所以说呢，他倒没去这个非洲，因为本身格陵兰岛的稀土储量就处在前5，而现在它是丹麦这个主权啊，所以说啊，这正好属于是自留地的。但是欧洲啊，它没有开采的技术，这方面呢，加拿大手，加拿大的炼油啊，包括那个精炼的金属啊，在这方面它有积累，所以说加拿大干这活，而且加拿大有可能是脱美入欧的，加入欧盟都有可能啊，他们现在走的挺热乎。我们再来看下面的啊，就是项目的执行主席希夫曼直言，在北约国家国防开支突破 GDP 2%的当下，马上要涨到5%了。这个项目将确保欧盟不再因为钼而被卡脖子。这个项目呢是在格陵兰岛的东北部，它是毗邻丹麦的空军基地，这不正好可以保护着自己的基地吗？
正好呢，地缘政治意义呢也超过了经济利益，因为这个格陵兰岛啊一直是被老川惦记着，他想把它吞并，或者说拿地价买了。问题是丹麦啊不卖，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呢他也不卖，人家想是建国呢。你看现在格陵兰岛为了自保啊，他肯定也得接近于欧洲，先别独立了啊，先给欧洲抱团吧，先把这个东西变成这个资产，也变成一个巨大的筹码，至少老川你不敢硬要了吧。好，今天这5件事分享结束了，欢迎在留言区留下您的观点，咱们共同来探讨。明天见。